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新加坡生活或旅游，钱越来越不耐花，甚至有人打趣说，在新加坡呼吸一口空气都得花5块钱。但你有没有想过，这种贵真的只是通货膨胀吗？还是背后有个庞大的计划？就在马年春节刚过，新加坡贸工部抛出一枚震撼弹，2026年计划从游客手里赚走325亿新元，这意味着每位游客落地新加坡就要留下将近2000新币的消费。而游客总量只增长了区2.3%，却要拉动收入跳级到这个高度，人没多多少钱，怎么赚更多？今天我们来深扒新加坡如何通过基建、政策和空间布局，把自己变成全球最大的免税店。它看似是个旅游城市，其实更像是一台财富收割机。贵并不是偶然，而是设计出来的高净值防火墙。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新加坡这套抢钱计划背后究竟藏着什么逻辑。我们先看一组数据，2025年前3季度，新加坡的旅游收益已经突破了239亿新元，其中增长最猛的不是传统的门票，而是餐饮购物和娱乐博彩，增幅全线飘红，尤其是餐饮支出竟然暴涨了19%。你可能会说，新加坡一直都贵啊，但现在的贵是有层级的，是经过系统设计的。首先是奢侈品闭环，你去看乌节路的那些旗舰店，规模已经不是普通的商场，而是变成了品牌的一种神庙。其次是独特性溢价，为什么滨海湾花园的门票敢一直涨？因为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能在室内种出云雾林的地方。最绝的是，新加坡的酒店均价已经稳定在270新元以上，这意味着它从源头上就在筛选客人。这不是市场失控，而是新加坡政府的一种精心设计。既然土地有限，不能像邻国那样靠走量，那就必须靠客单价。325亿的背后，是一个把游客留下来锁起来掏出来的闭环。2026年，新加坡不仅有 F1 这种老牌吸金器，还拿下了多个世界级演唱会、迪士尼游轮、亚洲首航等重磅项目。新加坡是在告诉你，想看顶级的，来我这儿掏钱。乌节路很多人以为就是买衣服的地方，但到2026年，这里正经历一场彻底的阶级重组。阿明提醒大家，乌节路正加速高端化。比如最新重磅消息，翡翠山37号，也就是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即将改造成一个集高端酒店与生活品牌于一体的综合体。为什么要改历史建筑？因为历史和故事能让一晚房费从几百涨到上千新元。新加坡特别擅长给消费贴金，通过文化赋能让游客心甘情愿为不可替代的体验支付高溢价。再看 Grange Road 的演艺空间，预计2026年底完工，3000人容量的小型场馆，专为精致的私密演出设计。这些高净值粉丝刚看完演出，几十米外就是奢侈品店和米其林餐厅。新加坡通过空间压缩，几乎抹去了你转场的时间，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一整套高端消费闭环。乌节路正在从购物街进化为生活方式屠宰场，一个让你主动掏钱也乐在其中的地方。如果你以前去圣淘沙觉得费脚，那阿明要告诉你，新加坡正准备把你的物理障碍彻底抹掉。官方刚刚确认，圣淘沙快线就是那辆我们坐了10几年的彩色小火车要被整体替换了。为什么？因为那2节车厢的运力已经承载不了325亿的目标了。新加坡启动了大圣淘沙规划的第1阶段，最猎奇的操作是，他要把布拉尼岛并进来。布拉尼岛以前是干什么的？是繁忙的集装箱码头，现在港口搬走了。新加坡要在海上变出一个巨大的旅游新版图，第一步就是在圣淘沙和布拉尼岛之间修一个全新的交通枢纽。这个枢纽不仅仅是个车站，它周边会配套大量的酒店和高端娱乐设施。新加坡的目标是实现流量阻尼消失。以前你进圣淘沙要排队要转车，累了可能就不想消费了。未来的规划是让你从樟宜机场落地，坐上车一路丝滑进入圣淘沙核心区。当你在这个岛上逛得不累，转场不赶支的时候，你就只剩下一件事可以做了，那就是疯狂掏钱。这种物理层面的锁死，才是基建背后真正的生意经。再来说说那个著名的3根烟囱滨海湾金沙，现在价值80亿美元的第4塔楼扩建正在疯狂推进。这里面最吸引眼球的是什么？是一个能容纳1.5万人的顶级演艺厅。新加坡要抢走的不仅仅是旅游门票，它要抢走全亚洲最顶级的演出资源。这里面的逻辑很深，1.5万人的演出只是引流工具，带动的背后是 MICE 和赌场。商务客人的消费力是普通游客的2倍以上，他们白天在金沙开会，晚上在演艺厅看巨星表演，半夜可能就进了赌场。这种一条龙的收割，让每一个进来的游客都变成了高产值的肉鸡，甚至连国家博物馆都要在2026年完成历史画廊的翻新。
为什么要搞沉浸式、搞多媒体？因为要让历史变现，它要让全球的高净值人群觉得来新加坡看展、了解历史是一件很酷的事，从而延长他们的留宿天数。你要知道，游客在新加坡多住一个晚上，带给这个国家的收益就是数以亿计的。这就是新加坡的系统逻辑，每一个地标的升级都在指向延长你的停留时间。大家别误会，325亿里最肥的一块肉，其实不是我们这种普通游客，而是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商务客人，也就是所谓的 MICE。根据新加坡旅游局的最新数据， MICE 游客的平均花费额是普通休闲游客的整整2倍。为什么新加坡要拼了命抢各种世界级峰会，比如米尔肯亚洲峰会、万泰雨林探险大会？因为这些大佬落地住的就是顶级酒店，喝的是昂贵的威士忌，签的是上亿的合同。新加坡在2026年还要扩建邮轮中心，让吞吐量升至1.17万人，这全是为了迎接这些移动的金矿。新加坡是在用旅游业做外壳，那里经营的是全球商业枢纽的品牌溢价。在这个乱糟糟的世界，只有新加坡能保证你准时开会、安全散步、高效签单。这种确定性就是一种极其昂贵的奢侈品。当别国还在讨论怎么拉游客时，新加坡已经在算每个大佬每分钟能产生的产值了。它卖的不是风景，是效率和秩序。如果你觉得325亿很多，那你还没看新加坡的旅游2040路线图。到2040年，这个数字的目标是500亿新元。为了这个目标，新加坡正在干一件史诗级的大事。T5航站楼预计2026年就要正式动工了。这不是多盖个候机楼那么简单。T5的目标是每年都吞吐5000万人次，这意味着新加坡要把自己变成整个亚洲甚至全球的超级中转站。利用 T5 带来的巨量人流，再加上2026年 SG60 的一系列庆祝活动，新加坡要把它的品牌溢价推向极致。新加坡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粗暴，因为我小，所以我必须贵；因为我贵，所以我必须比全世界都精细。这种从小国生存进化出来的极致效率，才是这325亿背后的真正脊梁。当你在感叹新加坡物价高的时候，人家已经完成了从基建代差到心理代差的全方位碾压。讲了这么多，可能有人会觉得，阿明这不就是变着法子赚游客钱吗？听起来有点黑呀。但这就是阿明今天要告诉你们的最核心逻辑。为什么这325亿的预收入反而让很多新加坡本地人感到自豪？你要明白，这325亿里的每一分税收，最后都会通过一套极其复杂的财政系统重新分配到我们每个人的手里。你看最新的2026预算案，政府又发钱了，所有家庭明年都能拿数百新元的 CDC 消费券，符合条件的成年人还能拿现金补贴，还有那些 USAVE 退税、各种服务与杂费回馈。这些钱从哪儿来？很大一部分就是靠这台全球收割机从游客、从全球资本手里赚回来的。新加坡强的不是某个景点，而是这套收割全世界、回馈本地人的精密闭环。当你看到乌节路又封路搞狂欢，或者圣淘沙又在砸钱建新枢纽，别觉得那是浪费，那是这台国家级收割机在为你未来的祖屋补贴，为你家门口的地铁线，为你每年的红包在充值。这就是新加坡，一个把国家做成顶级公司，把旅游做成精密算法的地方。他用最严苛的秩序换取了最顶级的确定性，再把这种确定性卖给全世界。我是阿明，带你看清市场背后的结构逻辑。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新加坡的内部消息，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